单亲妈妈独自抚养这2个孩子到底有多难？她每天像陀螺一样不停地在旋转，为了上班不会迟到，她总是天不亮就收拾出门，将1岁多的小女儿先送去托儿所。由于她已经3周没有给女儿带尿不湿，老师为此事已经提醒她多次，无论如何，她今天必须得先支付尿不湿的费用。女人取出钱包，然而钱包却连1毛钱的影子也不见，她只好尴尬地承诺，下次一定会将费用补齐。女人名叫迪利亚，她的丈夫死后，她用在一家化工厂工作的微薄薪水，勉强维持着她和1双儿女的开销。但今天迪利亚迟到了几分钟，主管怒斥一番她后，还把她迟到一事报告了经理。迪利亚忐忑不安地去到经理办公室，经理告诉她，目前工厂正面临大量裁员，如果她再迟到，或许她就会失去这一份工作。从此以后，担心被裁掉的迪利亚更加卖力地干活。当工友们为了维护权益集体组织罢工的时候，只有迪利亚一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为此，他受到了工友们的排挤。面对一群男人们的辱骂，迪利亚只能忍气吞声。每天下班时间，一辆大巴总是会在工厂门口等着他。单身的公交司机哈桑曾多次对迪利亚表白过，但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只有迪利亚的儿子。为此他们再次争吵了起来。日子虽然艰难，但迪利亚并不忍心为了婚姻而抛弃这个懂事的儿子。年仅8岁的阿米尔总能体谅母亲的艰辛，他每天放学后都会先去接回妹妹，然后在家门口等待着晚归的母亲。可一天深夜，迪利亚的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阿米尔也一直帮着母亲，整夜都在用温水为妹妹屋里降温。可到了凌晨，小女孩的高烧仍旧在持续上升。不得已之下，迪利亚只好通知了哈桑。哈桑将小女孩送进了医院，忙前忙后熟练地打理着一切，并为迪利亚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住院期间，他每天都会带着食物来探望他们。出院那天，哈桑还买了许多的水果。这一刻，迪利亚伪装的坚强正在一步一步逐渐瓦解。当哈桑护送迪利亚和他的小女儿回家时，阿米尔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阿米尔知道这个男人的想法，他认为母亲会被他抢走。他对哈桑并无好感。邻居大婶看见迪利亚的不易，他劝说着迪利亚，哈桑是个好人，他希望迪利亚能抓住这个男人。与此同时，因为照顾生病的女儿，连续1周没有工作的迪利亚也接到了工厂的解雇通知。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任何积蓄，意味着他们一家接下来的日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迪利亚非常的焦虑，他焦虑到整夜的无法入睡。他每天都奔走在街上寻找新的工作，可能提供给女性的岗位是那么的少。眼看1个月过去了，他仍然一无所获。而这期间，哈桑也在不停地催促着他，他希望迪利亚能尽快给他一个答复。迪利亚的内心在动摇，可他的父亲早逝，母亲跟着哥哥嫂嫂生活，哥哥嫂嫂家的日子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如果哈桑不能接受儿子，阿米尔并没有地方可去。这天，迪利亚和邻居大婶说起此事。在聋哑学校食堂工作的邻居大婶建议他可以把阿米尔送去聋哑学校，那里不用交学费，食宿也免费。等到他和哈桑成婚后，他慢慢说服哈桑再去接回阿米尔。迪利亚若有所思，这或许是安顿阿米尔的最好办法。隔天，迪利亚没有像以往那样把阿米尔送去学校，而是让邻居大婶带着阿米尔去了他从未去过的游乐场玩耍。原来，迪利亚想要把他送走后和哈桑结婚的想法，他无法亲自对儿子说出口，他想通过邻居大婶来告诉他。نمیخوای کمک کنی زندگی مامانت عوض بشه؟ نمیخوای؟ میخوام. پس باید قبول کنی. خیلی زود میگذره. فقط باید نشون بدی که هیچی نمیشنوی. حرفم نباید بزنی. وگرنه نمیتونی اونجا بمونی. مثلا الان صدای منو میشنوی؟ میشنوی؟ همین انگار که 从游乐场回家后，迪利亚为儿子修剪了头发，他们一直没有开口说话。这种无声的窒息感，在一个8岁的孩子心中，不知道他在如何承受。院子里的每一个动静，都是母亲为了抛弃他做着的准备。阿米尔听见房东敲响了他家的房门收租，母亲对房东说道，他们会在几天后把房子退掉。这一刻，阿米尔才愿意相信，这一切并不是做梦，母亲早已做出了抛弃他的决定。当晚，阿米尔帮着母亲打包了行李，他们仍旧没有说一句话，直到第2天，他们坐上了去聋哑学校的公交车。阿米尔依旧沉默着，
在校长办公室里，阿米尔懂事的一言不发，假装自己是个聋哑人。由于他没有残疾证明，校长并不想收留他，迪利亚只好找来邻居大婶作为证人和担保人。就在他们在里间商议之时，阿米尔感觉自己像一件廉价的商品，母亲极力想要将他卖出去。走完所有程序后，母亲拥抱了阿米尔，并向他保证3个月后就会来接他回家。看着母亲头也不回的远去，阿米尔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没有滴下一滴眼泪。接下来的日子，为了能有一个地方住，有一口饭吃，阿米尔将自己封闭起来，努力扮演好聋哑儿童的角色。他不再开口说话，因为他明白，只要校方发现了他是个正常儿童，他就会被驱逐出校，等待他的只有流浪街头。有些老师看着他整天麻木的表情，老师们认为阿米尔的智商也有问题，他们似乎并不喜欢阿米尔。老师还在不经意间故意吓唬他，来考察他是否有反应能力。可阿米尔依旧不动声色地面对着这一切，他甚至故意装作一无所知，在课本上胡乱涂鸦着，听着身边咿咿呀呀的发声。阿米尔感觉自己生活在地狱一般，但为了母亲和妹妹友好的生活，他必须保持目前的状态。然而，在聋哑学校里，像阿米尔这样的孩子不止他一人。一天晚上，隔壁床铺一个名叫吉恩的小男孩突然开口对他说道دلت برای مامانت تنگ شده؟ نترس، کسی هم بیدار باشه صدای من تو رو نمیشنوه. تو خواب هی مامان مامان میکنی. فکرشو از سرت بنداز بیرون. منم که آوردن اینجا قرار بود 1 ماه بمونم، ولی الان 3 سال اینجام. بابام که مرد، مامانم نتونست منو نگه داره. خودت به حرف میای. 那晚，阿米尔直到凌晨才入睡。隔天当他醒来后，宿舍的同学们早已去了教室。阿米尔一路小跑，来到教室门口，他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看上去不像一个正常人。老师怒斥了他，吉姆替他解释道，他刚来到这里，只是因为太过于害羞，他希望老师不要处罚阿米尔。从此，阿米尔不再孤单，在没人看见的角落里，他会和吉姆相互说着心事，但他们必须万分的谨慎，不能把他们会说话的事实败露。阿米尔既不会手语，在学业上也一无所知，老师仍旧对他喜欢不起来。由于阿米尔没有任何档案，校方决定请迪利亚来一趟学校。在学校食堂工作的邻居大婶听闻后，她约好阿米尔半夜时分去到食堂的杂物间里。当他们见面后，大婶劈头盖脸就把他骂了一番。این چه وضعیه؟ چرا یه کاری میکنی پات به دفتر مدرسه باز بشه؟ ببین چقدر انگشت نما شدی؟ میخوای منو بدبخت کنی؟ 2-3 هفته دیگه بیشتر اینجا نیستی. یه کاری نکن که آبرو ریزی بشه. 3 هفته تموم شد. مامانم گفت قبل 1 ماه میاد. آره گفت. دلش هم میخواد بیاد ولی هنوز نمیتونه. چرا نمیتونه؟ شوهرش اجازه نمیده. تو هم باید صبر کنی. دیگه شر درست نکن. برگرد خوابگاه. برو ببینم. 看着阿米尔整天闷闷不乐，吉姆把母亲托人带给他的所有零钱都给了阿米尔。他鼓励阿米尔出去一趟，找到母亲当面询问他为什么没有在约定的时间里来学校接他回家。就这样，阿米尔拿着这些钱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到哈桑工作的公交公司。他远远地坐在公路边上，看到哈桑的那一班车出现后，他急忙坐了上去，并躲在最后排的角落里。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母亲的新家。哈桑交班后，阿米尔一路跟着他下了车，不想在半路，哈桑还是发现了他。哈桑并没有带他回家，而是在一家饭馆里，他请阿米尔吃了一顿午餐。哈桑拿出一张照片给阿米尔看，照片上母亲和妹妹笑得那么灿烂。就在哈桑带着阿米尔去他家的路上时，阿米尔的内心一直在挣扎，他非常想念母亲，但他又不想打扰到母亲现在的生活。面对喋喋不休的哈桑，阿米尔像在聋哑学校那样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就在哈桑下车去买香烟之时，阿米尔做了一个决定，他偷偷下了车，用剩下的零钱再次打了一辆出租车，想要回到聋哑学校。不想他遇到了一个变态的司机，出租车司机见他独自一人，便肆无忌惮地对他动手动脚。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他趁司机不注意跑下了车。接下来30公里的路程，阿米尔他步行着一路回到学校，半路渴了就猛灌着自来水，直到天黑。大雨磅礴中，他步行了5个小时，
才走到了聋哑学校。一晃半年时间过去，阿米尔也没有等来母亲，迪利亚甚至都没有再来看他一眼。由于阿米尔没有合法的文件，校长也联系不到迪利亚，于是校长决定将阿米尔送去孤儿院。听到这里，阿米尔无比的绝望，这意味着他永远见不到母亲，从此以后真正的成为了一个孤儿。邻居大婶苦苦哀求着校长留下阿米尔，听着身后他们的交谈，阿米尔感觉自己像一个皮球，被人踢来踢去，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那个多余的人。无数次他站在窗前，幻想着母亲向他奔来，可这一切只是幻想。直到阿米尔被送走，迪利亚也没有出现过。